妈妈在儿子18岁生日时立下诅咒，在没有遇到合适的结婚对象之前，不准与任何女人发生关系，必须保持处男之身，否则就将发生灾祸。这枚戒指象征着母子之间的承诺。果然，当阿派第一次来到风流场所时，突然莫名其妙的就发生了火灾，现场乱作一团，顾客和小姐急忙往屋外跑。最后，阿派被消防员救下，并且还上了新闻。这件事搞得学校里人尽皆知，因此阿派成为了女同学们嘲笑的对象。不过，阿派并没有因此失去处男之身，他只是想验证一下妈妈的诅咒是否灵验。大学课堂上，老师给同学们普及性教育知识，现场邀请同学演示正当的行为。ได้แต่ขอเลือกจะจูบกันได้ไหมแน่ดีมากยกมือ下一组表演的同学抽签来决定，第一个就抽到了阿派。阿派希望老师另一半能抽到自己暗恋已久的校花女神，而喜欢阿派的女生希望抽到的是自己。可谁都没想到，老师竟然抽中了校花的男友。男友当场拒绝，说两个男人该怎么表演，要不要重新抽签？老师表示，既然抽到了就是缘分，必须得表演完成。นายดูดีจังเลยนะดูดีพ่อมึงดิกูแค่บิวเองนายก็ดูดี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นะ随着两人的表演渐渐入戏，台下的女友和同学们激动又害羞。没想到两人的演技如此登峰造极，丝毫看不出来表演的成分。就在两人入戏太深的时候，老师急忙叫停，校花男友立即推开阿派揍了他一拳。没想到他竟然赶来真的，老师立即圆场说两位同学表演得非常到位。下课后，只有喜欢阿派的女生鼓励了他。女生名叫小林，她组织全校女生呼吁卫生巾免费，因为女生每个月要在8天内失血30到100毫升，要比男生额外多了一项开支。她认为卫生巾免费是女性应有的福利待遇。阿派喜欢摄影，小林让他给自己拍一些照片，还请阿派吃了冰激凌。他们一起爬上了天台上面。阿派的梦想是做一名摄影师，但父母更想让他成为一名医生，而小林的梦想是做一名导演。他看到阿派手上的戒指，上面印着我会一直等下去的英文。阿派表示这是自己和母亲之间的承诺，在没有遇到合适的结婚对象之前，必须保持处男之身，否则就将发生灾祸。晚上，阿派收到一个匿名礼物，是一台老式相机。阿派带着它来参加了同学的生日聚会，拍照记录下了这里所有的激情和狂欢。校花突然把阿派壁咚到了墙上，原来是让阿派把自己拍得好看一些。几名男生在欺负一名女生，小林上前把他们每个人都臭骂了一顿。阿派给他的行为点赞。其实阿派并不喜欢激情澎湃、荷尔蒙四射的派对氛围，找了一个安静的房间躲了起来。小林随后也找来了房间，他很好奇这台老式相机，但是阿派并不知道是谁送给自己的礼物。小林脱掉了外衣，让阿派给自己拍几张写真照片。小林直直地盯着阿派的眼睛看，然后走上前去问：เราจูบกันปะ阿派还没有回答，小林就开始抱住阿派强吻，然后顺势推倒在了床上，用嘴摘掉了手上的戒指。可是关键时刻，阿派表示没有安全措施，他又穿好衣服找好友借一个，戒指落在了房间里，被小林捡到。阿派找到了好友借安全措施，但被要求必须喝完1桶酒才能给他。于是阿派一鼓作气，一口气喝了1大桶酒，随后便头晕目眩，醉得不省人事，不记得之后发生了什么。突然眼前一阵白光，阿派穿越到了10年后医院的妇科检查台上。คุณหมอคะมีอะไรผิดปกติที่จิ๋มหนู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คะคุณหมอคะเป็นอะไร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คะคนไข้เราโสภายในอยู่นะคะ阿派一脸懵逼，当场吓晕了过去。现在的他是一名妇科医生，看着陌生的环境，阿派不知所措。难道自己真的是穿越了吗？他回到了家中，第一个见到的是一名陌生女人，原来她是弟弟的女朋友。弟弟说哥哥是不是每天看妇科病把自己看傻了，连弟妹都不认识了。这时一把厚实的手拍了拍阿派的肩膀，他是阿派的父亲，让儿子今晚留在家里吃饭。从桌上的遗照发现，妈妈和爷爷都已经去世了。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发现了那台老式相机，还有一些自己从未见过的照片。晚上，阿派回到了自己的公寓里，坐在床上的竟然是当年暗恋已久的校花，她现在是阿派的女友。阿派瞬间心跳加快，害羞地坐到了床上。他还没有适应离校花这么近的距离，没想到校花突然一把将男友按倒在了床上，随后就要脱衣服。阿派立即拿被子盖在了校花的身上，表示今晚拉肚子，让校花离开了自己家里。校花对男友满脸的失望。深夜，阿派在电视上看到小林接受采访，他现在真的成为了著名的导演。10年前，小林曾在天台上和阿派一起许愿。第2天，阿派找到了他当年最好的同学，刚进门就被用枪指着脑袋，阿派吓得立马举起了双手，却被同学呲了一身水。阿派讲了自己从10年前穿越过来的事情。同学的老爸是一名科幻爱好者，他怀疑就是这个相机的问题，还有就是母亲立下的诅咒。阿派可能在10年前的聚会那个晚上失去了处男之身，并且弄丢了母亲带给他的戒指，但阿派根本不记得那晚喝醉之后发生了什么。同学的父亲表示，如果阿派能够找到那晚和谁发生了关系，然后和对方结婚，或许就能回到10年前。于是阿派边工作边寻找真相。第一个找到的女生便是小林，首先祝福她梦想成真，当上了导演。但是小林似乎对现在的阿派很陌生，阿派直接向小林提问10年前的那晚。คืนนั้นเราได้กัน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อ่ะ
因为太大声，整个体育馆的人都听到了阿派的提问。小林直接扇了他一个耳光，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。阿派再次追问，而小林也只是比了个手势就离开。第二个找到的女同学现在是一名拳击运动员，刚见面就要把阿派揍一顿。阿派说明了自己是从10年前那晚穿越过来的，但女生并表示那晚阿派喝醉之后，并没有和自己发生关系。现在阿派更加陷入了困惑，除了他们几人，那晚可能还会和谁在一起呢？小林翻出了家里压箱底的照片，是10年前阿派和他在天台上拍的，还有那天在派对上捡到的戒指，直到现在都没有丢掉。小林突然感到剧烈的痛经，于是来医院做妇科检查，却正巧再次碰到了老同学阿派。